不让工人抱团是资本惯用的手段。在1933年那个燥热的夏天，这是美国工厂主们写在账本里的生存守则。这一年的3月是大萧条最惨烈的时刻。富兰克林·罗斯福刚搬进白宫。美国的工业从1929年至1933年间超10万家企业破产，失业人口高达1300万至1700万，约占总劳动人口的25%。罗斯福都惊呆了。由于当时的企业东西卖不出去，就需要缩减成本。减成本最快的方法就是让工人干最长的活，拿最少的钱。在那个没有底线的丛林世界里，已经卷成麻花，宾夕法尼亚州的纺织厂里，有一半的女工周薪不足6.58美元，甚至有20%的人每周拿不到5美元。工资在大萧条前缩水了3%。为了摊薄成本，有些工厂让工人每周干60小时、65小时，甚至70小时，还美其名曰是自愿的。这要是放到现在是不可思议的。更要命的是，工人们每周只能休息1天，这你敢想象？其实当时的老板们心里也苦，你不拿捏工人，你的竞争对手就会拿捏，然后用更低的价格把你挤兑到破产。所以大家就必须一起往下卷，直到把美国卷进坟墓才能罢手。这时有2个男人打算结束这一切，一个叫雷蒙德·莫利，他是罗斯福智囊团的首领，他主张大政府、大计划，政府必须像裁判一样站出来接管经济。另一个叫休·约翰逊，这哥们曾经是在1战时期负责动员全国工业物资的狠角色。他的逻辑非常硬核，经济危机就是战争。既然打仗时政府能命令工厂造大炮，现在救命时政府当然能命令工厂涨工资。这2人一碰面之后就达成一个共识，就是不能再让资本们各行其道了，必须终止之前美国的反垄断法，让政府坐庄，强行让所有老板结束内卷，抱团取暖。此时罗斯福也很明白，如果任由资本家这么互掐下去，美国还没等到复苏，就会先迎来一场阶级革命。1933年5月，他把吵成一团的各路神仙通通关进了一间办公室。罗斯福对这次会议的指示非常冷酷，不达成一致，谁也别想走出这个房间。在这个小黑屋里，主要有3个阵营。第一派就是刚才那2位哥们，属于激进派，他们觉得只要权力够大，就能强行把工资拉上来，把物价定死。第二派是务实派，这个阵营代表的是当时美国精英的官僚和一部分资本家。核心人物是商务部副部长约翰·狄金森，狄金森背后站着像通用电气的斯沃普，以及美国商会的会长哈里曼。他们主张建立行业工会，让原本非法的价格垄断合法化，只要大家能坐在一起商量不降价，他们才愿意在工资上做一点点让步。第三派是工人们的守护神，代表人物是当时劳工部的弗朗西斯·珀金斯。珀金斯表示自己不关心老板们怎么分赃，如果没有法律保护工人抱团，那资本们谈出来的任何工资标准都会变成废纸，随时能够改变。在这3派人的疯狂争吵中，罗斯福的国家工业复兴法终于出炉了，简称 NRA， 这里混合着贪欲、恐惧和理想。它本质上是一场利益的交换，政府给资本家涨价权，给工人组团权，而政府拿到了整个工业体系的掌控权。1933年5月中旬，国家工业复兴法的议案被正式送往国会，众议院的人效率很高，1星期就过了。但真正的高潮发生在参议院，那是一场关于美国到底还要不要宪法的争吵。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美国当时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区别。美国众议院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反映民意，众议员只代表自己那一小块地盘上的选民，任期只有2年，而且还有个中期选举。在那个年头，如果一个众议员回乡探亲，发现邻居都在饿肚子，而他还在华盛顿扯什么法理逻辑，那他明年肯定卷铺盖卷走人。他们的逻辑是，只要罗斯福能让厂里的烟囱冒烟，能让老百姓兜里有2块钱买面包，别说终止反垄断法，就是把美国宪法烧了，他们也敢签字。然后就是参议院，它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制衡民意的冲动。每个州不论大小，统统只有2个名额，这意味着参议员代表的是整个州，他们的任期长达6年。虽然在1913年第17修正案通过后，参议员也改成了全民直选，但他们任期长，不需要天天盯着选民的脸色。他们背后站着的是州政府、大地主和大型财团。他们的逻辑是，哪怕外面已经饿殍遍野，他们也要在真皮沙发上慢慢品咖啡。讨论这一道下去会不会破坏美国的自由根基，他们更怕总统权力过大，变成另一个英国国王乔治3世。所以罗斯福这个法案在参议院的阻力非常大。不过他们也有3个派别，一个是罗斯福的铁杆禁卫军，领头羊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瑟夫·鲁宾逊，以及新政工业法案的核心操刀手罗伯特·瓦格纳。他们的心态是，哪怕罗斯福表示要把最高法院炸了，我们都要陪着去。第二个是坚定的反垄断斗士，这是最让罗斯福头疼的一群人，代表人物是爱达荷州的威廉·伯拉。这帮人虽然是共和党人，但他们早在西奥多·罗斯福时代就开始反垄断，他们恨透了那些大财团。伯拉在辩论中几乎是吼出来的，你们这不是在救命，是在给那帮大企业发执照，让他们合法的吃掉所有小商人。他的立场是支持给工人组团的权利，但绝对不同意给企业主定价权。第三派是南方民主党保守派，代表人物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哈利伯德。他们对联邦政府直接插手工厂工资和工时感到极度不安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周全问题。如果华盛顿能决定南方棉纺厂工人的工资，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能决定谁能投票了？最后还有一群人不属于任何派，就是财政铁公鸡，核心逻辑只有一个，没钱了不能这么花。他们看着法案里那33亿美元的公共工程预算，心都在滴血。
他的有着坚定的理念，就是平衡预算才是救美国的唯一出路。这4股力量在1933年6月汇聚到了一起，最终都通过场面极其惊险，为了安抚那些反垄断斗士，不得不反复承诺，这只是为了平衡竞争，不是为了创造垄断。而为了稳住那帮财政铁公鸡，罗斯福不得不让步，把法案的有效期缩短到了2年。这种妥协的结果就是，国家工业复兴法变成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，但各方都不太满意的半成品。1933年6月13日，参议院以46票对39票的微弱优势，勉强通过了这份争议巨大的法案。3天后，罗斯福在白宫签下了字，他神情严肃地对着麦克风说：“历史终将记住这一天，这很可能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最具分量、影响最深远的立法。”这个法案主要有3个内容。第一，公平竞争准则。罗斯福让几百个行业的代表来华盛顿开会，自拟一套家规，规定这个行业里东西最低卖多少钱，绝对不准搞自杀式降价。第二，工人集体谈判权，明确规定员工有权组织起来，派代表和老板谈工资，老板不准干涉，更不准强迫工人签那种不准入工会的缺德合同。法案强行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高工时，每周不得超过40小时，以及彻底废除童工。当时最强大的棉纺织行业第一个签署了废除童工的准则。罗斯福听到这个消息后感慨道：“就凭这一条，这个法案在历史上就值了。”第三，33亿美元的公共工程。这笔钱不是用来发福利的，而是用来雇人干活的，修桥、铺路、盖市政厅、建水坝，甚至还造了2艘航空母舰，也就是由联邦政府出手强行创造就业，把钱塞进工人的口袋里。现在法案已经搞定，剩下的就是执行了。罗斯福深知法案只是冷冰冰的条文，要让全美国几十万家工厂、几百万个老板乖乖听话，光靠警察去抓是不现实的。这时候，那个猛人休·约翰逊将军展现了他的智慧，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在一战管控物资的老铁。约翰逊找人设计了一个标志，一只线条硬朗、通体深蓝的电击老鹰。老鹰一只爪子抓着工业齿轮，另一只抓着象征权力的闪电，胸前印着3个大字 ARA。约翰逊把这只鹰变成了美利坚的十字架，他发动了排山倒海的宣传战。只要你签署协议，承诺不雇佣童工，每周工时不超过40小时，最低周薪不低于13美元，你就能领到一张蓝鹰海报贴在窗户上。这招太毒了！约翰逊直接在广播里对着全美国的家庭主妇喊话：“姑娘们，为了你们的丈夫和孩子，买东西请认准那只蓝鹰。如果哪家店门口没挂这只鸟，哪怕他卖的东西再便宜，也别进去，因为那是国家的敌人，是自私的吸血鬼。”你说要不要给约翰逊点个赞？一夜之间，这不再是一场经济改革，而变成了一场道德审判。往后美国那个企业主违反了标准，不要说东西变得不好卖，连门口都不太敢出。1933年的夏天，美国陷入了一种极其魔幻的狂热。在纽约，为了给这只蓝鹰剪彩，人们组织了一场长达10小时的大游行，足足25万人在第5大道上齐步走，头顶上还飞着真的飞机。那些平时互相捅刀子的老板们，此刻都带着蓝鹰徽章，和群众们是亲如兄弟。但狂欢背后是极度的强制力。有一个叫亚维马基德的小裁缝在泽西城开了个干洗店，他因为帮邻居熨一件裤子只收了35美分，而蓝鹰协议规定的最低价是40美分。你这货扰乱市场，结果就被举报了，直接被判处罚款100美元并坐牢3天。作为这出大戏的导演，休·约翰逊将军本人也干得不亦乐乎，每天工作20个小时，像个疯子一样亲自审核几百个行业的公平竞争准则。狗粮行业要定准则，他去审；脱衣舞俱乐部要定工时，他也要管。只要谁违法了，就带人去盘他。他甚至在广播里破口大骂那些对他有意义的人。谁要是敢在蓝鹰背后搞破坏，我就在他胸口也印一只蓝鹰，让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但他这种过于的管制，后来也遭到了各方的反扑。如果说8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标准是罗斯福给工人的干粮，那么集体谈判权就是给工人发了一把枪。正所谓上有政策，下面就有对策。你不给工人权利，企业主有100种方法对付工人。当蓝鹰标志贴在大门上时，底特律的汽车大亨和匹兹堡的钢铁巨头们并没有打算认输。他们玩了一招极其阴损的偷梁换柱。既然法律规定必须有工会，那好，老板们亲自下场帮工人成立工会。这些工会的办公地点在老板隔壁，主席是人事主管的亲信，经费由公司出。这种工会的本质上就是老板套在工人脖子上的另一道枷锁。他们谈的不是工资，而是下午茶发什么饼干。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不让真的工会出现。真正的工会靠工人的会费活命，那是工人的战争基金。而公司工会的一切开支，从办公桌上的打纸机到工会主席屁股底下的真皮转椅，全由公司财务报销。在公司工会里，所谓的工人代表往往是车间主任、领班或者是老板的亲信。更有甚者，工会的章程都是由公司的法律顾问起草的，工人们只需要在最后一行签个字。如果你活着1933年进了这种工会，你会发现每天的议程极其和谐，和谐到让你怀疑人生。这种工会从来不谈涨工资、减工时这种敏感话题，他们开会最激烈的争论通常是工厂食堂的咖啡是不是太淡了，厕所的灯泡坏了3个月为什么没人换，或者是下个季度的员工聚餐是吃烤肉还是吃炸鸡。工会主席往往是老板安插在工人内部的眼线，谁私下里联系了外面的大工会，谁抱怨上班累，第二天这些名字就会出现在老板的桌子上。
每当蓝鹰署的督察员来查厂，老板就会拍着工会主席的肩膀说：“看，我们的劳资关系多融洽。”员工们通过自己的代表表达了对公司管理的高度赞赏。所以美国资本之邪恶，你难以想象，这世间竟然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徒。如果你是当年的一个码头工人或者流水线工人，你会发现报纸上白纸黑字写着：“总统支持你们组织工会。”于是你带着工友去找老板谈涨薪，结果老板反手就是一个耳光，顺便叫警卫把你扔出大门。这种法律给了我权利，现实给了我棍棒的巨大落差，让1933年的蓝鹰狂欢瞬间变成了1934年的血色黎明。1934年，美国爆发了超过1800场停工事件。首先是旧金山大停工，西海岸的死亡港口。在旧金山，码头工人们恨透了老板所控制的工会，为了夺回权力，他们在激进领袖布里奇斯的带领下彻底封锁了港口。7月5日，警察为了驱散人群，动用了散弹枪和催泪弹，当场打死2名工人。这一举动不仅没吓住工人，反而激怒了全城。15万名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发起全市总停工，旧金山瞬间变成了一座死城。这是美国历史上极罕见的跨行业大联合，老板们第一次感到了彻骨的恐惧。你以为当时美国工人老铁们的停工只是拉拉横幅那么简单，那你就错了。同年，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来了一场卡车司机巷战。卡车司机工会面对的是由全市大资本家组成的公民联盟，资方雇佣了手持枪管和枪支的打手，工人们则组建了纠察队。双方在中央市场展开了肉搏，警察向纠察队开火，造成2死67伤，州长不得不宣布戒严，甚至动用了国民警卫队。这场仗打出了工人的威风，最终资方被迫承认了工会的地位。这证明了一件事，在1934年的美国，权力不是求出来的，是打出来的。然后同年，纺织业大停工，这是当年规模最大的一场。从新英格兰到乔治亚州，40万纺织工人同时停摆。老板们为了应付 NRA 的最低工资，疯狂增加劳动强度，比以前干的还要累。老板们动用了私人武装，甚至还有坦克开进了小镇。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组织，且美国联邦政府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法律支援，这场停工在数周后惨淡收场。数万名积极分子被列入黑名单，终身失业。作为 NRA 的首任总司令休·约翰逊将军，原本以为凭着他的一腔热血和那套军事化管理，就能让老板和工人们像士兵一样整齐划一。到了1934年夏天，约翰逊将军发现自己成了全美国最尴尬的人。首先，资本家在骂他；那些原本指望靠蓝鹰搞垄断的大亨们发现，约翰逊不仅管价格，还要管他们的车间厕所。福特汽车的亨利·福特更是直接带头抵制，甚至嘲讽约翰逊，而工人们也骂他。每当老板用假工会糊弄他们时，工人们就想给2句约翰逊。约翰逊开始崩溃了，他每天工作20小时，不仅靠咖啡续命，还开始严重酗酒。他在广播里对着全美国咆哮，指责那些不听话的老板，威胁要给他们打上耻辱的烙印。但他越咆哮就越显得无力。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极其讽刺的现象，由于 NRA 允许各行业统一涨价，导致生活成本飙升。一个拿着最低工资的工人发现，虽然兜里多了2块钱，但去超市买个面包却贵了3块钱。1934年9月，罗斯福终于忍无可忍，他先是把约翰逊送下台。约翰逊在告别演讲中用颤抖的声音说道：“再见了，我的蓝鹰飞走了。”他的离去标志着新政第1阶段的终结。但约翰逊虽败犹荣。如果说休·约翰逊的下台是蓝鹰的脑死亡，那么1935年5月27日就是这只怪鸟被送上断头台的日子。这一天出现了一单案子，叫做谢克特家禽公司诉美国案。谢克特兄弟在纽约经营着一家屠宰场，按照 NRA 的公平竞争准则，他们必须遵守一大堆琐碎到极点的规定，比如买家买鸡时不能自己挑，必须把手伸进笼子里，摸到哪只算哪只，和必须给工人发足工资，不能加班。谢克特兄弟烦透了约翰逊，某天调查员冲进门，指控他们卖了未经检验的病鸡，且违反了公司规定。这对兄弟也是硬骨头，直接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。我只是在纽约卖只鸡，华盛顿的总统凭什么管我笼子里哪只鸡生病了？1935年5月的最高法院坐着9个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法官，他们穿着黑袍，冷冷地看着罗斯福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实验。这些老法官表示，宪法只规定联邦政府能管跨州贸易。谢克特兄弟在纽约屠宰，在纽约售卖，这属于纽约州的内政，总统伸手太长，这叫违宪。国会把立法权像发糖一样随便塞给总统，让总统去定几百个行业的家规，这破坏了三权分立。判决书下达的那天被称为新政的黑色星期一。罗斯福在白宫得知消息后，气得脸色铁青。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整整抱怨了1个多小时，留下了一句话：最高法院正试图把美国带回马车时代。但法律就是法律，一夜之间，全美国成千上万个行业的公平竞争准则全部作废。蓝鹰虽然碎了，但这只怪鸟在它飞翔的2年里，已经改变了美国人的基因。同时，罗斯福也吸取了教训，既然拉拢老板搞合作行不通，那下一步我就要彻底站在劳动者这边，开启更加激进、更加热血的第2新政。至于最高法院那群老登，也到该敲打的时候了。